江培初的白月光回来了，但脑子坏掉了。他以为江培初还在和他谈恋爱，而我是他们养的宠物狗。为了让他康复，江培初带他住进我们新装修的婚房，24小时贴身照顾，甚至在我们的婚礼上，为我亲手套上的不是钻戒，而是一条狗项圈。你装一下狗有什么要紧？婚礼大不了再办，冉冉的病情可受不得一点刺激。江培初想多了，从他任由徐冉称我为宠物狗时，我们再不会有婚礼了。而且我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本城新闻上看到了失踪多年的江培初的白月光徐冉，他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边缘，看起来神志不清，嘴里一直喊我要江培初。江培初很快赶到了现场，这个一向高傲的男人毫无尊严的双膝跪地，哭求徐冉不要跳，但徐冉还是跳了。而因为恐高，连摩天轮也不愿意和我一起坐的江培初，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。虽然掉在消防气垫上，但他也摔得迷迷糊糊。不仅如此，他仍然奋力爬到徐冉身边，把她紧紧搂在怀里。新闻评论里都在赞叹，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是真爱。我慌忙打江培初手机，始终没人接。我急得一家家医院去找，找到第5家医院时，我一阵眩晕，扑倒在地。第一反应就是护住自己的小腹，结果手背摔得鲜血淋漓。我今早刚发现有了和江培初的小宝宝，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他，他究竟在哪里。医护人员正要对我进行诊治时，江培初的专属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我连忙接起电话，传来的是江培初不容置疑的声音：西石，你马上到我们婚房来，1分钟也不要耽搁。我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，立刻跳下病床，拖着依然虚弱的身体往婚房那边赶。刚到门口，就看到1天都还没入住的婚房变得一片狼藉，写着我和江培初英文名周与 CC 的定制门牌被撬了下来，扔在地上。我和江培初的婚纱照被扔了出来，相框和摆台都碎了好几个，而江培初还在一个劲儿往外扔东西。我亲手捏的我们俩的粘土小人，我精心种植的玫瑰花。培初，你在干什么？快住手啊！他却不满地对我嘘了一声。小点声，冉冉在里面睡觉，但是徐冉已经揉着睡眼出来了。培初，你在和谁说话？他穿着厚厚的家居服，但江培初还是立即脱下了自己的外套，裹在他身上。楼道里风大，小心着凉。站在风口处瑟瑟发抖的我，礼貌性的问好都冻在了嘴里。徐冉看到我，突然惊叫起来：哪来的狗？他好凶，我好怕。他疯狂地挥舞双手，拳头不断落到我身上。这狗要咬我！培初，培初救我！我被他打懵了，只顾弯腰抱着肚子。冉冉，别激动，别伤到你的手。他是土豆，是我们养的拉布拉多犬。土豆啊！江培初抱住徐冉，心疼地揉着他的指尖，对我命令道：土豆，赶紧叫一声！太荒谬了，我是人，怎么可能装狗？江培初凑过来低声道：冉冉疯了，你和一个疯子计较什么？你不叫，冉冉要是出了事，我不会原谅你。江培初的表情告诉我，他是认真的。我踌躇片刻，违心地开了口：汪。把徐冉哄睡后，江培初才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徐冉3年前和他分手后就杳无音信，如今重新出现，竟然已是个精神病人。根据他身上带着的病历，江培初联系上了他的主治医生，对方说徐冉病情正在好转，
很有希望彻底痊愈。除了坚持服药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千万别让他受刺激。而江培初发现徐冉的记忆仍停留在3年前，他以为自己还在和江培初谈恋爱，吵着要他带自己回家。江培初二话不说，就带他住进了我们的婚房。但是婚房里有很多与我有关的东西，江培初怕他看到起疑，统统收拾起来扔出去。打电话给我，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扔不完，叫我赶紧过来帮忙。太好了，本来我还发愁怎么跟冉冉解释你的存在，现在他把你当成了土豆，那就好办了。冉冉的父母走得早，身世很可怜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最重情义，现在我把她当妹妹，只想把她的病治好，你就让她住在我们这里，也不要让她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装作自己是土豆吧。江培初向我发誓，我的委屈只是暂时的，如果我们婚礼之后徐冉还没有好转，就送她去住院。希时，你答应我吧，不然我这个婚也结得不安心。他讨好的用脸蹭我的手，这才发现我的手背都是伤。下一秒，他皱起了眉头，怎么搞的？这不是不能给冉冉做饭了吗？我愣在原地，他却果断转身去照顾徐冉了。最终晚饭我们叫了外卖，江培初喋喋不休地跟我抱怨外卖不健康，不利于徐冉康复。徐冉倒是吃得很香，一大份羊排啃得干干净净，他把吃剩的骨头扔到我面前，土豆，你最喜欢的骨头怎么不吃？我一阵反胃，抬头正对上江培初的眼神，他无声地示意我配合他演一演。我勉为其难地低下头，假装在啃骨头。徐冉突然伸手过来，抓住骨头往我嘴里捅，土豆乖，妈妈喂你吃。我呕了出来，冲进卫生间，大吐特吐。徐冉吓得大哭，江培初哄了他好久才把他哄住。你这么大个人，连演戏都不会。江培初一进卫生间就捏住了鼻子，好臭，你吃坏肚子了，吐成这样。什么吃坏肚子？明明是孕吐。但我突然不想告诉他了。江培初向公司请了1个月的长假，以便全天候照顾徐冉。人事部虽然批准了，但委婉地提醒他，这样一来，他接下来的婚假就不好请了。江培初表示，婚假有没有无所谓，一切以病人为先。我默默取消了早已预定的海外蜜月旅行的机票和酒店，损失了不少手续费，但和心中的失望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我不死心地问江培初，你说过要带我去海岛看银河，这个诺言还算数吗？江培初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转头看到我都要哭出来了，才放缓了语气。希时，我答应你，等徐冉病好了，我第一时间给你补过蜜月，做个善良的人吧。眼下治病救人比游山玩水更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还没回答，徐冉跑了过来，手里拎着我的爱马仕包包。我带上简史带了，我们去遛狗狗。他催着江培初和我出门，我不想去。江培初不由分说把我推出了门。你也该动动了，看你腰身都粗了。婚礼时别人还不笑话我娶了个汽油桶老婆。徐冉拉过江培初的手，放在自己腰上。土豆胖胖，我也胖胖，怎么办？江培初会嫌弃我的呜呜呜。江培初宠溺地捏了一把他的腰，笑道：冉冉就算长到200斤，也是全世界最可爱的胖子。走着走着，到了小区草坪，徐冉突然指着一坨狗屎说：土豆拉屎了，我们讲文明，把狗屎带回家。他麻利地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抓起那坨屎就扔到包里。我惊呼起来：我的包！江培初却不屑地回答：不就是一个旧包包，你正好买个新的。徐冉跑过来，像揪狗脖子一样揪住我的头发，踢着我的腿弯，硬要我蹲在地上。
土豆你还有屎，快乖乖拉干净！我回身推了这个疯女人一把，她死死抓住我的手臂，我们两人都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，好疼！我们俩同时叫起来，小腹翻搅似的痛。我的宝宝！江培初冲过来，一脸焦急。我送你去医院。公主抱起来的却是徐冉，只丢给我一句话：西石，你为什么要故意推他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无力地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寒，无可奈何，我只能自己打车去了医院。医生说我动了胎气，要我卧床静养。我好几天没有去婚房那边，江培初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问一声。翻看他的朋友圈，原来每天都忙着为徐冉做康复治疗，还带徐冉去了他们俩的大学、同居时租的房子，以及曾经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地方。冉好棒，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，人间值得。这条最新的朋友圈是他们依偎在一起看星空闪耀的身影。我不知道人间值得不值得，但我开始思考我和江培初之间还值得不值得继续下去。离我们的婚礼还有1星期时，江培初好像终于想起我这个准新娘了。他来到我独居的家中，像那天对我说了重话道歉。我是因为太担心冉，所以才口不择言。老婆，对不起。他给我看外地一家精神病院的诊断书和床位预约单，告诉我婚礼过后徐冉就会去住院，很快他就不会打扰我们了。我对他只有义务，对你才是真爱。他见我躺在床上病恹恹的，自告奋勇给我做饭，却笨手笨脚地打破了盘子，被热油烫到了手指。老婆帮我吹吹，老婆吹吹就一点都不疼了。老婆最爱我了，老婆对我天下第一好。她撒娇地在我怀里拱来拱去，肚子里的宝宝好像也感应到了一样，有种隐约的胎动，血浓于水。看着他是孩子爸的份上，再原谅他一回吧。等徐冉住院了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爸，我和江培初都不是本市的人，所以在本市举行的是一个小型婚礼，请的宾客只有公司的领导、同事和少数朋友。等这个婚礼结束了，我们就去领结婚证，然后再回家乡办酒席。虽然是小型婚礼，但我也满怀憧憬。当天早早就到了会场，然而仪式的时间都快到了，江培初却还没出现。我走到会场外打他手机，又是没人接。无意间我听到江培初几个躲在楼梯间抽烟的同事在窃窃私语。江培初不会逃婚吧？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他带着那个前女友进了一家婚纱店。我前几天在我家小区遇到江培初了，见他租了个房子，我好奇问了物业，说是有个女的要住进来。哇，他是准备把前女友金屋藏娇吗？我怀疑江培初的同事听错了，江培初不是要送徐冉去外地住院吗？怎么可能又租房给他住？新郎到了，伴娘跑出来喊我，神色却不对劲。我回到会场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江培初带着徐冉来了，而他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婚纱。宾客们也是大为震惊，议论声四起。江培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强压着怒火质问他。西石，你听我解释。冉看到了我们婚礼的电子请柬，他以为是他要和我结婚，吵着要穿和请柬上一样的婚纱，还要来举行婚礼。我真的被他缠得没有办法。我们结我们的婚，他就坐在这里看着，行不行？明天他就去外地住院了，你不会连这一小会儿都忍不了的，对吧？极度的愤怒和委屈让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任由江培初拉着我上了台，开始仪式。司仪念着婚礼的祝词，徐冉站在台下一脸陶醉地听着，仿佛他才是主角。
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，他突然跳上舞台，径直走到江培初身边。培初，我们结婚，怎么不给土豆打扮打扮呢？他从背着的包里掏出一条脏兮兮的狗项圈，你快给土豆戴上，这样才好看嘛。江培初正要给我戴上钻戒的手停住了，只不过几秒钟的犹豫，他就接过了项圈，强硬地往我脖子上套。其实我们的婚礼还可以再办，但冉冉的病情受不得一点刺激，你就再装一下狗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听话。徐冉拍着手大笑，乖土豆，乖狗狗。他的笑声在我耳朵里轰鸣，宾客们异样的眼神快要把我淹没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一把扯下项圈，扔到江培初脸上。江培初，徐冉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样喜欢狗，你们自己当去啊！我先给了江培初一耳光，在徐冉正要尖叫的时候，又给了他一耳光。我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。我疾步往会场外走，江培初在身后声嘶力竭地吼叫：叶希时，你给我回来，给冉冉道歉，不要跟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，别以为我会哄你回来。我脚步一顿，又转头走了回去。江培初看着我，露出我就知道你没中的得意神情。我单手抄起舞台上一根装饰花柱，一下子就把江培初砸趴下了，再反手一挥，把徐冉也扫翻在地，和江培初叠在一起，哇吱乱叫。老娘不发威，你们就当我这个健身教练是吃白饭的吗？你们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见一次打一次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。我和江培初的孩子不能留，我知道这很残忍，但是让孩子诞生在父亲、母亲和第三者的混乱关系之中，才是最大的残忍。就让他回到天上，重新选择一个美满的家庭吧。躺在手术台上，感受到腹中宝宝的流逝，我还是流出了眼泪。从一开始认识江培初，他就告诉我，他特别喜欢小孩子，希望早日找到所爱的人，和他诞下爱的结晶，组建一个有爱的家庭。那时他还是我工作的健身房的客户，我看着他从一个文弱的白面书生锻炼成了充满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。他的工作很辛苦，却能坚持健身。我好奇地问他动力是什么，他告诉我，他曾经有一个深爱的女友，她是他刚进大学就一见钟情的白月光，名字叫徐冉。徐冉长得很美，有不少追求者，却最终选择了他这个平平无奇的穷小子。他很感激他，但是毕业没多久，徐冉就提出了分手，随即人间蒸发。江培初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太弱、太穷，承担不起徐冉的爱。他不怪徐冉，只怪自己配不上他，所以他拼命工作，拼命健身，要变得更优秀、更强大，成为一个真正值得依靠的男人。我被江培初的自律自强深深打动了，是我主动追的他，而我上一次为他而哭泣，是他答应我表白的时候。昔时，我发誓不会让你后悔选择了我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像夜空中的星星，闪闪发亮，无比深情。我怎么会想到，在徐冉回来之后，一切都像美丽而虚幻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在本市最好的5星级酒店包了个套房，给自己小产后静养。原本考虑到婚后操持家庭和生养孩子，收入并不低的我一直省吃俭用，但如今一个人赚的钱一个人花，我再没理由亏待自己。同时，我做出了决定，离开本市。之前省城一家知名大型健身中心来邀请我跳槽，虽然它能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但因为江培初的工作在本市，
我不想和他做异地夫妻，还是婉言谢绝了。我打电话给这家健身中心，问现在答应邀约还来不来得及。对方表示热烈欢迎，我火速辞了职，并买好了下周去省城的机票。术后恢复的也差不多了，我趁江培初不在的时候，回了趟我们曾经的婚房，不和他碰面，不是怕他，而是怕他经不住我揍。我把他送我的东西都收拾起来还给他，也把我送给他的东西统统拿回来，然后把婚房里我出钱置办的东西全部砸了个稀巴烂。我们两人就此两清。我猜测江培初是看到了千疮百孔的婚房，才发现我真心要和他一刀两断。这几天压根没找过我的他，开始疯狂地打我手机，发我微信。我送他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。当晚和我要好的健身房同事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是下午拍的。江培初正在健身房大吵大闹，要我出来见他。得知我确实辞职了之后，他又开始声泪俱下。她是我的老婆啊，怎么忍心扔下我一个人呢？我求求你们，告诉我他去哪里了，我不能没有他。然后徐冉竟然也出现了，她被大雨淋得落汤鸡一般，浑身发着抖，模样可怜极了。培初，原来你跑来这里了，我好冷好冷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他想搂住江培初的胳膊，却被他暴躁地推开。你回什么家？那是我和西石的家，你再嚷嚷一句，就把你关到精神病院去。徐冉难以置信地瞪着温柔不在的江培初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健身房老板终于受不了了，叫来保安，把这对颠公颠婆扔了出去。看他们狼狈地跌坐在满地雨污中，同事们发出了替天行道的笑声。活该！看完视频，我正在百感交集，突然房间的门铃响了。我以为是服务生来开夜床，没细想就开了门，没想到门外的竟是江培初。真是佩服他，这样都能找到我。我马上想要关门，江培初死死扒住门缝，手指被夹在门扇和门框之间，都没松手。西石，老婆，我向你道歉，你不要不理我。他腾出一只被夹得红肿的手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这是住院单，我真的已经送冉冉去住院了。我冷笑，那你是承认之前并不打算送他去住院，在外面偷偷租了房子给他住，也是真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事到如今，他还在对我撒谎。我毫不客气地加大了关门的力度，他惨叫起来，我才不在乎会不会压断他几根手指。你给我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他疼得脸色煞白，居然这样都不松手。他又掏出手机，让我看上面的购票记录。我订了去海岛的机票，我们去看银河，明天早上我们就出发。你不是一直想住带泳池的 villa 吗？我订了那边最大最好的一间房间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怒极反笑，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。江培初，我从来没说过想住带泳池的 villa， 我连游泳都不会。说这话的是进过校游泳队的徐冉吧？江培初一愣，随即心虚地结巴起来，说不出话了。他的手机屏幕一闪，一个视频通话进来了，头像是徐冉。他下意识地接起，刺眼的红色充斥了整个画面。培初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，我不会打扰你和叶希时的幸福，我走了，忘了我吧。徐冉气若游丝地说着，手腕上涌出的血染红了半个浴缸。江培初惊慌地喊着他的名字，哀求地看向我。希时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一脚把他踢了出去。我管你们死不死，别来恶心我了。我连夜改签机票，飞去了省城，换了新的手机号码，和过去彻底划清界限。新的工作很顺利，在繁忙而充实的日常中，爱情失败的阴影
渐渐在我心头散去。但是江培初仍不死心，他找不到我，就到我的家乡找我的父母求情。幸好我爸妈早已听我讲述了来龙去脉，坚定地站在我这边，板凳扫把混合双打，直接把他轰了出去。偶尔我还会梦见江培初还有2个人曾经开心的日子，但只是偶尔而已，而且间隔越来越长。我想我正在慢慢好起来，终有一天将它完全遗忘。然而一起意外事件却打破了我本已平静下来的生活。那天，健身中心的一名女学员在锻炼时突然心脏骤停，我立刻展开急救，成功地将她心肺复苏。有围观者拍下视频，冠以女教练临危不惧，上演教科书式急救的标题，发到了网上，点赞转发者无数。我暗觉不妙，果不其然，几天后江培初就找来了，但这次他换了战术，不再向我哀求，甚至一句话也没和我搭讪过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只是默默站在不远处守护着我，甚至不嫌丢人的在脖子上套着一个遮红心 CC 的狗项圈，好像向众人宣告他是我的忠犬。而且每天都有一束红玫瑰送到健身中心，上面附着一张写着对不起3个字的卡片。不明真相的同事纷纷感慨他的痴情，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。我被他烦透了，但他又没有伤害我的举动，我没法报警，正寻思着要不要打他一顿，让他知难而退。没成想先被打的是我。那天我下夜班，遇到一帮喝醉了酒的中年男人，他们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奋力反抗，江培初冲过来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。江培初以一敌4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要不是帽子叔叔及时赶到，半条小命都没了。我也受了点小伤，2人一起被送进了医院。坐在急诊室处理伤口时，他开心地笑起来，老婆，我们终于又坐在一起了。我扭过身去不理他，只求赶紧包扎完赶紧走。还好有人过来探望我，才止住了他的纠缠。是我之前救下的那个女学员，她就在这个医院养病，听说我出事到了这边，连忙过来看要不要紧。江培初起身告辞，我包扎完了，你们慢聊，我不打扰了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他还以为我看不出他刻意给我留出空间，只不过是以退为进。女学员盯着他的背影，神情十分古怪。半晌后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姐姐，这个男人我好像认识。”随后他所讲述的一切让我无比震惊。没几天，我的生日就到了。江培初买通了我租住的小区的物业，在整个小区挂满刻着 CC 字样的星星灯，点亮了一片专属于我的银河。又送来一个精美的蛋糕，上面是蓝色奶油绘制的大海。一座奥利奥饼干的小岛上，一个翻糖小男孩举着双手，手中托起的是江培初没能给我戴上的结婚钻戒。我终于把蹲在楼下喝西北风的江培初叫了上来，他高兴得同手同脚，令人发笑。我对他说，我不可能这么快就重新接受他，不如先一起去过国内的海岛旅行几天，看看能不能恢复感情。他一口答应。当晚他就发来了安排好的行程。我打开微信，筛选出一些不确定对方是谁的账号，然后发了一条仅他们可见的朋友圈，内容是这个行程，文案是真爱能战胜一切半路杀出的妖魔鬼怪。这些账号里面一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的徐冉的小号。我相信徐冉看到这条朋友圈之后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定也会出现在海岛上。江培初口口声声说最爱的是我，那么当我和徐冉
再一次一起站在他面前，他又会如何选择？我和江培初到达海岛，一入住酒店就被告知有人邀请我们前往小礼堂。江培初的迷惑不像是装的，这不是他给我准备的惊喜。我们跟着服务生过去，一推开小礼堂的大门，便大吃一惊。眼前的场景那么熟悉，根本就是我们婚礼的复刻版。而向我们款款走来的是眼中含着热泪的徐冉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扑通一声，徐冉跪下了。西石，求求你不要走，我给你和裴初赔罪来了。他西行着爬到我身旁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，两个膝盖都磨出血丝了，看起来好生可怜。江裴初大惊：你怎么从精神病院出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主治医生说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说我最想做的就是弥补你们被我破坏的婚礼。他支持我实现心愿，于是帮我查到了你们会到这里度假。我立即赶过来，连夜请人按照你们婚礼的现场布置了这个小礼堂。如果你们能原谅我，在这里完成你们的婚礼，我就能安心离开了。他脸色苍白，神情悲痛，看起来好像马上要死了一样。江培初却不为所动，冷笑道：离开？徐冉，你又要闹自杀吗？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徐冉摇头：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因为现在我要为另一个小生命好好的活着。江培初猛地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徐冉：小生命？难道？他点头：我会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。培初、西石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在你们的婚礼结束之后，我就会带着这个孩子从你们的世界里永远消失。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姓江，名培初。江培初大吼着：你撒谎！但徐冉拿出了一份孕检报告，证实自己怀孕一事千真万确。不可能！我明明有做防护措施。话一出口，他就知道失言了。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谴责和鄙夷尽在不言中。这就是他对声称把他当妹妹的徐冉做的事。西石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天我是喝醉了才……啪的一声，我狠狠甩了他一耳光。徐冉扑过来，用身体护住江培初。西石，你不要怪培初，都怪我不像你那么果断，和培初的孩子说打掉就打掉了。江培初，你说什么？都是我造的孽，是我破坏了你们的婚礼，所以他背着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。江培初抓住我的胳膊，两眼通红。西石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也是我的骨肉，你怎么可能擅自做决定？我一把扶开他的手，你这样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做孩子的爸爸？江培初失魂落魄地倒退几步，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。你怎么可以？你明明知道我有多喜欢小孩子，多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徐冉又过来劝我：西石，不要骂培初了，哪个男人不爱自己的孩子啊？西石，你干什么？江培初闻声抬起头，看到的是徐冉趴在一旁的桌子上，痛苦地捂着腹部。西石，你再恨我，也不能把我的肚子往桌角上撞啊！我连碰都没碰到他，这蹩脚的演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江培初却信了，他挡在徐冉身前：西石，不要伤害孩子，我发誓，徐冉和孩子的事情我会好好解决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补偿你。事到如今，他还想着既要又要，这个男人的无耻程度一次又一次刷新我的认知。我低下头，使劲挤出几滴眼泪。培初，我承认我依然爱你，但我需要一点时间，好好考虑你和他3个人的未来何去何从。明天我给你答复，好吗？江培初忙不迭答应了。
我看到他身后的徐冉，脸上掠过一丝志在必得的笑容。让你再开心一会儿吧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约江培初和徐冉在小礼堂见面。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拿出江培初之前给我的结婚钻戒，扔到了窗外的池塘里。给你们2个选择，做到其中之一，我就既往不咎。1. 江培初跳到水里，把戒指捞起来。2. 徐冉像狗一样在地上爬，绕池塘1周。大冬天的早晨，即便是海岛，气温也只有10来度，水温就更低了。更何况江培初也不会游泳。但是徐冉眉头一紧，渲然欲泣。培初，我现在可是孕妇啊，你小心点，这个池塘不太深，不会淹到你的。江培初没得选择，只好跳下去了。他冻得哆哆嗦嗦，在水里一脚深一脚浅地摸索着。不一会儿，他脚下一滑，在水里扑腾起来。救命！我斜眼瞧着徐冉说：“我可不会游泳。”徐冉看着又冷又脏的水，眼神分明写着嫌弃。他笃定我不会见死不救，还在立苦情人设，嘴里凄楚地喊：“西石，你不要伤害培初，让我死，让我死！”我微笑：“那就如你所愿。”我直接一脚把徐冉踹进了水里。江培初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扒着他，两人在池塘里翻腾了好久，喝了一肚子泥浆水，我才扔过去2个游泳圈。夜袭时，你对孕妇都下得去手。他们俩狼狈地爬上岸，异口同声地骂我：“她可不是孕妇。”我按下手里的遥控器，小礼堂的投影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。我说的对吗？徐冉，不对，应该叫你情感导师 Vivian。视频里的人物和他们的声音都被做了特效，哪怕是熟悉的人，可能也认不出来。唯有作为当事人的我们，才能发现入镜的是自己。视频里正是昨天发生在小礼堂的一幕幕。徐冉为我们重置婚礼，下跪求我们复合，说自己怀孕，又透露我打胎一事，还被我恶意推倒。画面不时暂停，一个话外音进行解说，示好、下跪、求饶，营造弱势感，获得男人的怜惜，并与的理不让人的女对手形成反差，让男人的心向我们倾斜。注意，假装怀孕是精准抓住这个男人喜欢小孩子的心理特征。对不喜欢小孩子的男人不能使用这一招，不要怕这一招露馅，后期找个机会说不小心流产了即可。对你的女对手做好调查工作，像这个女对手瞒着男人打胎的事，这个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。记住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不要对陷害女对手有道德障碍，这只是测试男人对我们的爱到了什么程度，是他自己选择，而不是我们逼迫他相信我们的。看到效果了吗？这个男人虽然不想放弃女友，但也完全放不下我。今后我将继续通过在这个男人身上开展情感实验，让你们学会如何战胜女人，驾驭男人。视频的最后，对着我和江培初离去的身影，打着厚厚马赛克的徐冉对着镜头说：“认准 Vivian， 你也能成为情感大师。”今天的课到此为止，家人们再见。江培初像被雷劈了一样，整个人都呆了。而视频里侃侃而谈的 Vivian， 此刻却张口结舌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来。江培初扑过来，掐住了徐冉的脖子：“你没有怀孕，我是你的实验品。”徐冉被掐得直翻白眼，一边挣扎一边辩解：“培初，你听我解释。”警笛声由远至近，我对扭打成一团的两人说：“省力气，向警察解释吧。”离开的时候，我听到江培初大喊：“西石，你不要丢下我！”他嚎得撕心裂肺，我毫无波澜。
他和徐冉即将迎来他们的报应，而我将要踏入全新的人生。徐冉被抓了，长期以来建立付费会员制的私密微信群，选择不同的对象展开所谓的情感实验，都受名为情感指导，实为破精神控制术的课程。他敛财数十万，并导致多名实验对象和学员做出自虐、自残、伤害他人等行为。他还有同伙，假冒精神科主治医生的男子就是他真正的男友。他在男友的配合下，捏造了精神病人的身份，策划了如何让即将结婚的前男友选择你的主题课程。而他一度入住的那家精神病院，同样也是伙同男友造的假。他很谨慎，学员严格筛选，视频技术处理，本来很难让人发现他以及视频当事人的真实身份。直到那一天，前来探望我的女学员听到了姜培初的声音。他是曾经上过徐冉破课程的学生之一，之所以在健身房晕倒，也是因为听信 Vivian 的蛊惑，过度减肥所致。从那之后，他幡然醒悟，毅然退出 Vivian 的课程。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，实验对象J曾在 Vivian 视频出现过，声音有一段没处理过，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他退出课程后，接触到了好些同样被 Vivian 毒害过的前学员，大家都想在现实中揪出 Vivian， 为自己讨个公道，也让他不再害人。但他们都没能保存 Vivian 的视频，所以无法证明 Vivian 就是徐冉，报警很可能不会被受理。在女学员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后，我当即决定加入复仇者联盟。根据女学员的回忆， Vivian 能够看到我的朋友圈，于是我假意邀约姜培初一起度假，并发了那条拱火的朋友圈。而装作离不开 Vivian 重新加回微信群的女学员，则在群里里应外合，表示对实验对象剧的后续很感兴趣，恳请 Vivian 进一步演练。对自己的技艺极度自信的徐冉，果然再度对姜培初出手了。那天在小礼堂里，不止徐冉在偷偷录视频，我也在偷拍。他发出课程后，女学员直接录屏，再与我拍的现场视频一起交叉印证徐冉就是 Vivian， 然后联合其他受害者向警方报案。当然，我本来可以由警方向姜培初揭露真相，但是假手于人的复仇，哪有亲手对渣男恶女虐身虐心来得痛快呢？徐冉的案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牵扯出更多的受害人和更恶劣的内幕，最终被从重判决。这位情感导师只能在长长的牢狱生涯中默默调整自己的情感了。而姜培初被扒出就是破课程中天袒 Vivian 对正牌女友施加精神虐待的渣男，他身败名裂，先是丢了工作，然后在被受害者激情开麦的时候和对方争执打斗，不慎跌下高高的平台，摔伤了脊椎。他成了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。和他再次相见已是1年之后，我成了一名当红明星的私人健身教练，跟着他全国跑。这一天来到了姜培初的家乡，晚上结束工作以后，我到当地的夜市吃夜宵。在一片公益助残摊位之中，我看到了姜培初，他坐在轮椅上，胡子拉碴，衣裳邋遢，在卖麻辣烫，生意冷清。他呆坐在摊位后，曾经闪亮的双眸迷失在麻辣烫的热气中，空洞茫然。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和他曾经去吃夜市的麻辣烫，我们头挨着头，合吃一碗小小的麻辣烫。他把我最喜欢的萝卜留给我，我把他最喜欢的贡丸喂给他。麻辣烫的口味很一般，
但那时的我却觉得它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香。我对他说：“以后我们结婚了，就可以天天晚上一起吃麻辣烫了。我不要天天吃麻辣烫，我要天天吃你做的饭。”他笑着刮刮我的鼻子：“老婆做的饭才是人间美味。”我爱过他，但是他亲手打碎了他本可以拥有的一切。我转身离去，再也没有看江培初一眼。抬头看，银河璀璨，星光正无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